孩子不是中心，但是共同的果實。法庭上，律師問男方，請問你覺得你們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什麼？男子靜默幾秒，低聲說，他只在乎孩子，不再看我一眼。女方則回應，他總嫌我變了，但我只是把孩子放第一，有錯嗎？他們的兒子坐在角落，臉埋在膝蓋中，沒說話。這不是劇本，而是真實世界中許多婚姻破裂後的縮影。兩個原本相愛而結合的人，走着走着，把婚姻變成了育兒合夥企業。而孩子原本是他們愛的結晶，卻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彼此的隔牆。這一刻，我們要探討一個常被忽略卻極其重要的議題：孩子不是婚姻的中心，但他們是夫妻共同的果實。這句話看起來簡單，但活出來卻需要極大的智慧與信念。當孩子變成焦點，夫妻關係也悄悄失焦。我們身邊都有這樣的夫妻，為了孩子教育，每天研究安親班、補習班、語言班，吃飯時只談孩子，假日只為孩子排活動，睡前談話只有孩子功課、成績、情緒。有一天忽然驚覺，我們多久沒單獨約會了？多久沒談論彼此的夢想？多久沒有只是兩人的時間了？有個太太對朋友說，我不是不愛我老公，是沒時間愛他啦。這聽起來是偉大的母愛，卻藏着危機耶。當婚姻的核心從彼此變成孩子，你們可能仍住在一起，養孩子一起，出門一起，但感情早已失焦。國賓和麗莎是一對在婚姻重建課程中認識的夫妻，當初他們的婚姻幾乎走到盡頭。麗莎坦白說，我以為只要孩子好，我們怎樣都無所謂，但後來我發現，如果我們彼此的愛枯竭了，孩子根本不會幸福。國賓說得更直接，孩子不是我們婚姻的保險繩，反而可能成了壓斷感情的最後一根稻草。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父母，而是相愛的父母。你以為孩子最需要的是全力栽培與照顧，但其實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爸媽相愛的樣子。曾有個5歲男孩這樣對幼稚園老師說，我希望聖誕老人送我一個禮物，就是爸爸媽媽可以一起笑着吃早餐。這句話震撼許多人。我們常為孩子準備最好的營養餐，最棒的教育資源，最安全的生活環境，卻忘了最關鍵的心理養分，爸媽彼此相愛的氣氛。試想，如果一個家庭中父母天天吵架，彼此冷漠，即使孩子擁有一流的教育，心中也會有一種深不見底的不安呢。反之，如果夫妻感情穩定，彼此支持，就算生活簡單，孩子也會在穩固的情感安全中成長。所以，真正為孩子好的方式，不是把全部焦點都放在孩子身上，而是先把夫妻關係穩住，因為你們彼此的愛是孩子最強的保護傘。孩子優先不等於婚姻靠邊站。麗莎曾經堅信，媽媽就是要全心全意為孩子活着。她辭了工作，每天照顧孩子起居，安排課程，甚至參與各種親子活動。但日子久了，她發現國賓越來越沉默，也越來越疏離。有一天，她興高采烈地分享孩子得獎的照片，國賓只淡淡地說，你現在連看我一眼都懶得了。這句話讓麗莎瞬間沉默。她突然意識到，她並沒有不愛國賓，而是她把所有的情感能量全都用在孩子身上了，完全忘了婚姻需要經營。婚姻不是自動導航哦，
不是登記結婚之後就會自己前進。婚姻需要時間，需要對話，需要儀式感，需要情感投資。而孩子優先這句話若沒有平衡，很容易變成婚姻破裂的隱形推手。重建婚姻的第一步，就是要重新把彼此拉回婚姻的中心。你們才是一切的起點，孩子只是延伸，而不是主軸。讓孩子看見什麼叫做成熟的愛。如果夫妻能一起經歷婚姻的重建，不但彼此成長，也能為孩子樹立一個榜樣。什麼叫做吵架後可以和好？什麼叫做彼此接納？什麼叫做願意為對方改變？什麼叫做堅持相愛不放手？這些不是靠教科書教出來的，是孩子從你們身上看見的愛的樣貌。有位青春期的女孩曾這樣說：爸媽不是完美的情侶，但他們真的努力彼此相愛，這讓我相信愛是值得的。你的婚姻不只是你們兩人的事，也是在塑造孩子未來如何看待愛情、婚姻、承諾與責任。所以，如果你們為了孩子努力維持婚姻，那就不只是撐下去，而是把這段關係活出榜樣與價值哦。孩子是你們共同的果實，不是彼此競爭的戰場。有些婚姻的裂痕是從怎麼教孩子開始的，一方想嚴格，另一方想放寬；一方認為孩子要補習，另一方主張快樂學習；一方想讓孩子多元發展，另一方堅持學業為先。然後兩人從夫妻變成對手，彼此否定，彼此批判，孩子也在拉扯中越來越不安。如果你們的目標是一致的，孩子健康成長，那麼就應該站在同一邊，而不是彼此對立。記住，孩子是你們愛的共同果實，而不是誰比較會當父母的競賽成果。婚姻重建不只是修復彼此的情感連結，也包括學習如何在教養上彼此尊重、協調、合作。當孩子感受到爸媽是團隊，他自然會安心成長。當他看到你們即使意見不同，仍選擇溝通而不是攻擊，他也會學會成熟的衝突處理。結語，別讓我們的愛迷失在為了孩子。孩子從來不是婚姻的救贖者，也不是破壞者，他們是果實，從愛中誕生，應當在愛中成長。而那個愛的根源，必須是你們兩人願意彼此凝視、彼此珍惜、彼此修復。所以，當你下一次說我這樣做是為了孩子，不妨停下來想想，你們的婚姻關係是不是也同樣需要照顧呢？給孩子最好的禮物，不是昂貴的學區房，不是再多一個才藝班，而是讓他每天看見愛真實存在的樣子。那個樣子是爸爸媽媽手牽手，仍選擇走在一起。